大家好，欢迎来到 Barbie Face 的频道。今天是6·1儿童节，今天你开心吗？我超级的开心，因为6·1儿童节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因为在这一天呢，大街小巷就会有很多给儿童、给宝宝们的特别有趣的一些非常童真的一些布置和一些非常独特的好看的动画片在电影院里面，而且很多的餐厅它都会充满了童趣，感觉整个世界都是儿童的乐园，所以我超级喜欢这个节日。你们喜欢吗？今天你们是怎么过的儿童节呢？有没有给自己预备一个礼物？有没有给你爱的人预备一个礼物？这个是我送给 K 先生的儿童节的礼物，超大只的大白兔，还有这个从小就喝的旺仔小牛奶。这两个呢是我给 K 先生选的儿童节的礼物。平时的时候呢，可能他会觉得糖分过高，但是今天呢是儿童节，所以呢就让他去吃一些只有小的时候会吃的东西。那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儿童节是怎么过的吧。今天是6·1儿童节，给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礼物。哇，这是什么礼物呀？你来猜猜看看呀，宝贝。嘿嘿。哇，也是一个机器猫，好开心呀！宝贝，6·1儿童节我们的主题就是机器猫。哇，好开心，好喜欢呀！我要做你的机器猫，实现你所有的愿望。你是我的机器猫。是的，我是你的机器猫。走吧，宝贝，我带你去看机器猫。好啊，走啊，走啊，走啊。那我们现在走吧。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电影院，在等大家看电影啦。我带着我的机器猫。一起出来的，好开心哦！我现在要给 K 先生礼物了，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喜欢我的礼物呢？这两个都是我儿时最爱，大白兔、旺仔牛奶。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at anything, so I'ma just keep buying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 hav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t squeezes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and have better days. I could walk, see, hear,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maybe elevate. 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Yeah,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Cause all I want, and I pray, I believe in the better. 胖子这个动画片里面，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大雄和他奶奶的关系。大雄在回忆他奶奶的时候，他会想到，就是当他的那个小熊坏掉的时候，他的奶奶给他全都缝补完整，所以他一直把那只小熊留到长大，都一直带在身边。包括他也会想起他小的时候受欺负的时候，是他奶奶来去安慰他，来去保护他，来去鼓励他，并且帮他去出头。所以当大雄长大了以后，他想去完成他奶奶的一些心愿，而且都逐一的去为他奶奶去实现了。这也就是一个儿童他记忆当中的一种情感。我们下一个安排呢，就是今天晚上的儿童节主题 party。那么我们来听一下晚上的小伙伴们他们在记忆当中，他们的儿童时期，他们的小时候有什么让他们记忆犹新的事情。这么丑的，我现在就不是这样子。我现在就手到里边。那倒是。啊对，你们大个。对，他们问你得那个。好像是这样的。那你这么办？想起来了，好像是这样的，就这样的。我记得是这样的。他不能在里子外面。他在里子外面。嗯，
但是现在是挂不进去的。你好美哦！没事，怎样？挂下去。来，我看一下你的。对，可以往上再。是吗？他就要扩张招人了。他的中文就是独立上剧场学校。哦，他是香港的。哼，还记得。不要很转牛逼方便是。啊，大家已经是不认识的了吗？但我只是哇，跟着戴的真的很标准啊！不是，它这个本来好像这不有个褶，然后就好像记忆中好像是这样。对，就第一下很像。哇，这个简直了！你看，这太标准了。其实跟这领带是一样的。系领带对啊，应该是你们那领带不一样吗？一样吧好像不太一样吧？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领带复杂一点。哇，这可以的。哦。有点重回那个小学的感觉。大队长竞选开始。石头剪刀布。还有机会是吗？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了，我终于上当。好了，我们选你做大队长。中队长给你。大队长把指导颁发给你。能分配我和学习我一个吗？感谢芭比和看，这是我们哥2年又带红领巾哦。哇哦，好棒哦！麦克可能是20岁上小学1年级。20岁上小学，怕不是个智障。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什么汉堡啊、沙拉、牛排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家开了一个那个，就是也不是那个麦当劳、肯德基，就是一个它叫什么来着，名字忘了。但是在一个2楼，它就是卖汉堡。然后每年就儿童节什么的，就是像是过年似的。然后爸妈带着我跟我弟弟，就说那个有彩蛋啊，然后去吃那个汉堡啊。然后在那个有一个大的那个广场上，然后旁边都是什么百货呀、那个商场，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小那个下沉式的广场。然后每次吃完汉堡，我跟我弟弟去滑那个滑梯，就特别幸福那段时间。能感受到。就是我小时候过得还很开心，爸妈比较溺爱我。对，然后就是儿童节的，有时候就是爸妈会小时候换那种100块钱，然后就是换100张这种1块钱人民币，或者换5毛、2毛都有。然后但是会很多捆儿，然后就会藏在家里那些地方。然后有一次放学回家，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去找一找，你有礼物。”然后就去找，然后当时还找了礼物，记得好多水壶，就那种都不是那种特别贵的东西，但就是得到会觉得很惊喜。然后其实那些100块，就是那1块钱我都没有花，到现在都还在我那个抽屉。到现在吗？没有花，哇！因为那个钱就是新钱，然后后来都是人民币又改版嘛。然后小时候我妈还会给我，就是也会给我零花钱，就我没有那么多现任说想去花那个钱，就是想做个纪念。就现在想想蛮感动的。对啊，好棒！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住校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第一天到学校之后嘛，然后当时初中的时候嘛，特别就是也不大嘛，然后第一次住校，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就是第一天晚上的时候还特别就是难过，觉得回不了家，然后呢就给我妈打电话，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是还哭了，然后就是觉得说就想爸妈了嘛，然后呢后来我妈就是每一周都来学校看我，然后而且还给我带那个晚饭，然后就是带到学校里面来，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温馨，对。初3那个的时候，第一次是出国，但那时候是我妈跟我坐飞机自己一起走的。然后第二次是属于我真的第一次自己坐飞机去国外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我妈送我到那个就国际飞的那个就是节点那个地方，然后我妈就在那里就先哭了，然后我当时我还想说就强忍着要哭。那时候你多大呢？那时候就其实刚那个初中毕业啊，对，上高中了，准备上高中了。其实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住校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其实还算比较独立的。但是那一次就感觉就我妈好像是先哭了，然后那个就觉得你要到国外去了。对，就是因为她是第一次让我自己坐这么远的飞机去国外嘛，然后她就会稍微有一点那个也觉得心里还挺那什么的 let go。是离开加拿大吗？那时候是去美国，去美国上高中。你小的时候是在加拿大吗？是加拿大去美国是吧？不，当时那时候是回国了啊，那时候是从国内回去美国。然后就在那里，然后我妈就哭了，然后我当时其实在我妈面前，然后就比较忍着不敢哭，然后我进去了以后，然后我就也哭了。
对，那时候我是在就是美国的时候，然后就是其实是 Easter， 然后他们就是 Easter 和儿童节会一起过，然后我就是我室友那时候，然后就是也是我 best friend 嘛，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回去，然后他就有几个小弟弟，然后就是大概那时候大概是3、4岁、4、5岁那样子，然后我们儿童节的时候就会他们是一起过的，所以就会我看到那个蛋蛋，就是那个蛋蛋就想到就大家一起去从制作那个 Easter 蛋蛋啊，然后画蛋蛋啊，然后就是把它去埋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家拿着篮子一起去然后在一个公园里边去埋蛋蛋和找蛋蛋，然后在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去 celebrate， 然后一起玩，就是觉得那个氛围是很好，因为我是独生女嘛，然后他们家就是会有比较多的兄弟姐妹，然后就觉得这种就是大家一起的这样的氛围，我觉得我从小好像没有经历过，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好像没有过这种儿童节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吃一餐麦当劳或者去吃一餐什么好吃的这样子，但那个就是节日，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就是陪他弟弟妹妹一起过这个儿童节，然后一起做 Easter 蛋蛋的这个过程。今天儿童节你开心吗？开心，这是我第2个可能印象深刻的。非常感谢 Ken 和 Barbie 跟我们一起过这个儿童节，好开心哦！充满儿童的开心。特别平淡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吧，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我们家就搬到郊区去住了，所以经常要就是跑交通这种情况。然后呢，我爸妈那个时候，就我妈那个时候经常在外面跑，因为我妈妈是培训师，就基本上我的成长经历到我出国之前，我妈是很少在家的。我印象中，我小时候跟我妈的交集也不多。当然，谢谢你不能这个好像不是 fair， 但是就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爸会经常在家，因为我爸爸就是在国企嘛，所以他就每天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就负责接送我上下课。然后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包括那时候你说过什么什么节，6一也好，国庆也好，最开心其实就是因为放假。那个节日本身并没有让我有非常多的这个，因为我们家也不是特别有仪式感，然后以前学校也没有什么仪式感，没有什么，就活动都是老师批的，就谁都不想那个时候去搞活动，所以就本身我对这个节日是没有太多的期待，除了放假。但是相反的，我每天都会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说到节日嘛，就会想到期待。然后想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下课，我爸可以把我接回家。我爸可以准时把我接回家，就不需要，就是因为他们以前一般是6点多下班嘛，到我学校应该6点半，然后我们那时候放学应该是5点多，不到6点放。然后我就每天下了课之后，小朋友都走了，有很多小朋友都走了，然后就剩下可能有一堆人，就是可能家住的远，需要爸妈来接的，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偷偷跑到校外去，就是放学都可以自由进出校，然后到校外去旁边71买一点零食，回来坐在操场上面，然后就缩在一个小台阶，我们那时候有小台阶，然后一群人缩在小台阶上面，一边写作业一边吃零食，然后一边等爸爸或者等妈妈来接。然后那个是我那个时候读书，就小一点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最期待的事情。哇，就是这样一个片段，没有什么小孩子的小心愿啊，就是一个可能不是什么样的仪式感啊，有画面感的感觉。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就一直很期待。这个事情过了之后，那种期待的感觉一直在，但是现在比较少有机会再去有这种体会了。期待老公来接你啊！哎呦，拉倒吧，我也唱不出来。广州人拉倒怎么说？拉倒不是，这真的不是没有。今天来之前有没有期待？有没有小期待？有。我又回来啦！就像今天晚上小伙伴们所说的，其实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所有小朋友能够记住的，并不是那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可能就是生活当中非常小的事情，或者是一种依赖的习惯，或者是一件大人的承诺，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小需要，而这一切与权力和金钱都没有关系。这就是小时候，这就是小朋友，这就是童年。我也期待我们所有人都永远保有这样子小孩子的童趣，这样子小孩子的品格。而且每当过儿童节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感谢 K 先生，因为跟他在一起，他真的把我宠爱成了一个小孩子，让我能够不需要长大，能够在每一个儿童节的时候都很开心无忧无虑的去享受这个节日。我也期待所有看 Barbie Face 的粉丝们，你们都能够成为全世界的大人，而专属一个人的小朋友。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啦，爱你们。